反正我无父无母，天煞孤星，不怕活着，更不怕死。可是吴月坤，你怕不怕？都怪那几个贱人！我都已经要金盆洗手了，是他们非来要求我，说他们离开了绣红楼就没了营生，求我帮帮他们。也是他们几个人出的主意，可以去各位大臣的府上，既安全又尽兴。我一时心软，就答应了他们。我被他们害死，我被他们害死了呀！你真是无药可救。想救你的妻儿，就把你的罪行一桩桩、一件件都写下来。1个时辰后，你是走阳关道还是奈何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这里就是吴月坤安置那些女孩的地方。这屋子太整齐了，根本不像有人住。女子会使用同一款香膏吗？尤其是住在一起的女子。一般不会，尤其是要以色示人的女孩，很需要一些让客人能一下记住的东西。三光同行，有似珠玉，神手精存，立其直，而宣其明。星辰虽皆为球体，但大小、颜色、运行速度都各有不同。就像人一样，喜好、习惯各异，但这些习惯会在他们常用的东西、生活的地方留下痕迹。但他们6个人摆放东西的方式，甚至连用的东西都一样。而且这里一点跟他们身份有关的东西都没有。在这屋子里，我看不到任何信息，任何喜好。女子起码会有一些贴身之物，帕子、香囊，或者带着自己小字的首饰。这里没有，他们的尸体上也没有。有2种可能：第一种，这里被人整理过了；第2种，他们知道自己会死。杨上郎的尸体在哪？在这儿。
来怎么就是这么被跟进去的？来，尝尝。多谢。怎么样？真是好酒。小小兄弟，以后常来啊，你懂我的酒，就懂我的人。哎，那疯丫头今天怎么肯放你清闲了？县主说他要去大理寺，让我在这儿等他。啊？他还来啊？啊！老爷，啊！救我！怎么搞的？怎么样？和恒王种的是不是一种多？一样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中毒骗我尝啊？浅尝一下，我死不了。再说了，有你给我的救命神药，万事无忧。县主找到他们下毒的方法了。找到了，但还缺一个人，一个给他们提供毒药的人。有人进去过吗？没有，只有一个下人来送过药，还是我搬进去的。不可能啊！那下人明明当着我面尝了一口。蜂蜡、丁香、木樨草，那个人也没想活着。这个人恐怕只能县主自己去见了。碧柔又给县主添麻烦了。为了这些人赔上性命，值得吗？对我们这些人而言，死比活着容易。若是死了，还能拉着这帮禽兽们陪葬，便也是不亏了。县主，请坐。那日太史城送我们离开西京之后，我在车上和如意大吵了一架。当时，若不是他出尔反尔，明明记得那嫖客的模样，却突然改口，县主定能把那些坏人都抓回来，也不至于会被陷害入狱。县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，全都白费了。韩笑、陶之也都白死了。
我实在是气不过，不愿与他们同行，便下了车。那天我身无分文，为了追回我的钱袋，我追着马车的方向，可是没想到，真的被我追上了。是什么？如意，郡主，人呢？大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人呢？无月，你说。我只听到那位大哥拼尽全力说出了一个名字：吴月坤。我不知道如意他们是死是活，但直到我在大理寺门口看见他的脸，就算他不戴面具，我也能够认出他就是绣魂炉真正的主人。我在绣魂炉见过他。那日宴席开始之前，真南让我们换好衣服，像介绍货品一样，向他介绍我们。他的眼睛像鹰一样，隔着面具打量着我们，亲手将我们推进一场醒不过来的噩梦。结果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，他甚至还问我有何冤屈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那时候如意说话总是反反复复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县主和太师长拼尽全力都没有办法把他救出来。因为查案之人就是凶手。所以你打算复仇？可我那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我担心如意他们已经死了，但更希望他们还活着。于是，我便每天跟踪吴月坤，我想找到他们。但吴月坤很警惕，那院门外一直有人把守着。后来，不知如意用了什么办法，取得了吴月坤的信任。吴月坤竟能允许他出门去采购胭脂水粉，我便趁机和他见了一面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？西涧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赶紧离开。你跟我走。我知道一条小路，1个时辰之内就可以把你送上南下的船。其他的姐妹，我会再想办法，我不会让他把你们再抓回去了。不是他抓的，是我带他们回来的。他既然不想放过我，那我再也不想放过他。到下个夜战，那我们自会派人继续护送你们。我要杀了吴月坤，
为所有人报仇。我们一起杀了他。你真的想杀他吗？不光想杀了他，连我自己都想杀了。我以为离开了绣红楼，噩梦就结束了。可是从那之后每一天，我没有一天能够睡得安稳。我只要一想到那些拿着刀子一刀一刀割在我们身上的人，都还可以高枕无忧、安然无恙，我连死都不敢死，我好怕呀！我怕我死了，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做过些什么。如意告诉我，他们为了活下去，假意向吴越坤表达他们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讨生活。他们还想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计划，为他打造一幢移动的绣红楼。吴越坤警惕多疑，即便这计划天衣无缝，也不会轻易答应。如意为了取得吴越坤的信任，没有少费口舌。他甚至告诉他，若不是韩笑、陶之把事情闹得太大，他根本就不愿意离开绣红楼。如意还发现，吴越坤虽然警惕，但他上面的人似乎也一直在催他重开绣红楼。他便设计投其所好，提出移动欢乐场的法子。吴越坤这才表示愿意继续合作，但想在权贵之家下手，并非易事。每次上了门，都会被严格的搜身。他们也迟迟找不到动手的机会，直到我想出了办法。与小婉八字相合的富户，就是武思平。你忘了吗？你有孩子。老陈，马儿遭受所有的痛，他必须得受。大婚之日，给你配上这大壶的火锅，这不是绝配啊！县主可以给我定罪了。有人为求富贵显达，能对亲生骨肉食髓饮血，兴风作浪，大走文章的，只有人。15年前上元夜，武思平他人在哪？县长，县主就托付给你了。看来是故人呐。是你。你想起来了？是。也好。在假山河，你都看到了。没有。你不
不要以为我不敢杀你。你可以杀我，但我没有骗你。听说有人在打探突发眼疾之人，县主不用担心，你并没有暴露。县主可以瞧不起我，但我这样的人也有我们的门路。我打探消息的门路虽不光彩，但也能派得上用场。那就拜托景阳了。李佩仪回西京之前见过一个人，除了我们，还有人盯着他。你说，你要是死了，李佩仪是不是就无人可查？萧太傅并非当年的凶手，所以太傅最好能说一些我不知道的事。我会把我知道的悉数告知。余下的，县主自己定夺吧。县主，相不相信有神仙？只要你诚心的信奉白修罗，你就一定会得偿所愿。所谓的尽心供奉，便是在宫中的一处祭坛，对白修罗进行祭拜。白修罗，白修罗真的来了！看好他。竹林茂密，想一览无遗，应该鸟瞰。你跟这个案子真有缘，每次都能遇到。县主，太你死了！通明白修罗，只能把那个人找到，亲自问问。有一样东西，数量和用量都有严格记载，若被挪用，一定有破绽。人参子，罗医生居然……带我们去找罗一成吧。是罗医生。人参子是罗之安提供的，可罗之安竟在这个时候死了。县主的意思是，罗之安的死不是意外。凶弊发作，很难为外力左右。二人口中都有恭迎白修罗的符纸，那个挪动罗一成尸体的人，又会是谁呢？董残人和罗一成一事，点将应该说谎了。再去问问点将。什么是点将？点将口中也是含着皇符而死，按照白修罗行事的逻辑，一定也要是自杀才对。可他双手都被绑着，如何做到呢？那就要试试才知道。查一个死一个，这个白修罗到底想干什么？白修罗。县主呢？在清河宫查案。查什么？查点将要怎样才能自杀？
你是说离哥手臂上有和彩莲手臂上一样的昙花烙印？没错。你对离哥了解多少？了解的不多，他刚来，平时也不爱说话。但是我听花娘提过一嘴，他是被家人卖到万国巷的。离哥姑娘，我进来了。离哥姑娘，刚刚有没有受伤？无碍。我的同伴已经离开了，离哥姑娘，可否陪我聊聊天？光喝酒多无趣啊！不如我们玩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猜心。我猜中你的心事，你就喝一杯酒；我猜错了，就自罚一杯。你我不过刚刚相识，这样也算公平吧？这听来好像对你不太公平。第一杯酒，你跟我说话时虽面带笑意，可心中却极为痛苦。你的手还常常发抖。第二杯酒，正因苦闷难解，你会割伤自己，借以发泄。第三杯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第三杯酒，你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有人打碎了你对人世间美好的期望，甚至将你抛弃，你很难再对别人敞开心扉。人言可畏，更甚于灾病，所以我从不与他人交心。可没想到，与你不过初相识，便被你看穿了心思。你刚才不是问我是谁吗？我叫叶平安。你是那个那个心意，难怪。刚才那些，请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人。倘若让他人知道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怪物的。我答应你，可你能否告诉我，给你烙下这昙花烙印的人是谁？我不想说，我也不能说，他身份显赫。倘若你执意要问的话，我只能谢客了。
父亲在雕刻什么？千秋阁，千秋万岁之意。若圣上喜欢，待佳节便献给圣上；若不喜欢，为父只能自己留着了。精雕细琢，在这紫檀木上雕好千秋阁，恐怕得花上1年的功夫。到时圣上见了父亲这份心意，必定龙颜大悦。贤儿，明日你总该有时间上山去看看你母亲了吧？女儿还有些公家之事未了，明日亦不得闲。你年幼之时，你母亲便进山修道，委屈冷落了你。你心里若有怨，就怨为父吧。父亲说笑了，若不是当年父亲赏识女儿的策论，带我觐见圣上，女儿又怎会有今日呢？父亲身体还未好全，早些休息吧。从此以后，不许再提娘娘。起来，起来，随你。顾文宇，你这个花灯倒是挺别致的。昨夜等你的时候买了一个，后来我觉得还是自己亲手做比较有意义，但我这手笨，就给做成这样了。送你的。你看，这月影美吗？很美啊。那现在呢？其实很多你觉得美好的东西，全部都是假象。我也一样，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直犹豫不决不给你一个答案，你跟我都不会高兴的。顾文宇，从今往后，我的肉铺谁都可以来，但你不行。我不会跟你在一起的。你的顾虑是和玉石案有关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还知道什么？是不是袁绍成？你先让我把话说完，好吗？我从出生起便是贱民。12岁那年，我被人从盲沟买走，就被关进了一座宅子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。只要犯错就是一顿毒打。我阿娘担心我呀，她就跑过来看我。她只是想看我一眼，就被买我的那个狗贼给打死了。我冲上去跟他拼命，若不是少卿救了我，我真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假象也好，真相也罢，过去的经历都是我们的一部分，不用逃避。我从来就没有逃避过。这些年我一直想要回家，想要跟我阿爷相认，但是我不敢，我也不能，我只能每天带着阿爷送我的吊坠，
假装他还在我身边一样。顾恩宇，我跟你都生活在痛苦之中，你帮不了我，就像我也帮不了你一样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对你不仅有喜欢，还有敬意，所以你以后不论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都希望一直陪着你。没人。叶喜，哎呀，是你们呀？这大晚上的干什么呀？哦，是我拉他来的。这2天他又发病了。我什么时候发病了？没病，你今天晚上跟人家起哄，想去闹来着。你瞎说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都别动！你们再往前一步，就是逼死人了。蔡云，我们辛辛苦苦干了那么久，临了了你1分钱都不给，你当我们这些短工都是好欺负的是吧？给钱！我说不给了吗？我说不给了吗？你们总得多宽限我几日嘛！1天拖2天，2天拖3天。少军，把他拖下来！你们都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我，他怎么不动了？让一让，我再看看。说吧，为什么欠大家的工钱不发？我带钱去赌方输了。继续编。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听说过安心馆的叶平安吗？你是那个吴？我说，这不是我花了半辈子的积蓄，开了这么一间布坊，我琢磨着，我蔡云也搏一搏富贵命，可谁成想，前脚圣都大布坊派人来收什么入室钱，后脚南市署的小丽又说我这布不合格，我这上上下下这通打点呢，你别说给他们的工钱，我连饭钱都没有了，我。这明明是好布啊，他们诚心挤兑你。哎呦，你是明眼人呐！我说我找朋友打听打听，这一打听才知道，甭管是南市署还是什么智库，都跟那个大布坊有勾结，他们简直是只手遮天，就是不准我们这些小布坊开张。我都不是第一个被逼上绝路的了，我。那大布坊该不会就是九河吧？九河，那可是圣都最大的布坊。你还怕他们去九河布坊闹事，会把他们自己也搭进去？你还挺讲义气啊！加油！行了，九河布坊背后的人是谁？还不是圣都第一富商，也是皇室宗亲，琅琊郡王李宗旭。李大善人，那不可能啊！那李大善人明日还要举办酬民宴呢。对呀，我听说啊，这个宴席是专门给咱们穷人准备的，去了吃喝管饱。有这事，善人有这事，没少帮我。行，那明天还得劳烦你再吃点苦。什么苦？